欢迎回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位当了好多年的 CEO 方丈，突然官方宣布要立案调查他，说他不仅涉嫌好几项的刑事犯罪，还严重违反了佛教的戒律。这个消息一出来，那简直是炸了锅。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在半年以前，释永信还悄悄地带了一个团，干了一件大事儿。他跑去梵蒂冈，跟当时的教皇方济各来了一个私人会面。你想想看，一次听起来挺正常的宗教交流，怎么就变成了一把插向他自己的刀子呢？这次秘密的梵蒂冈之行到底是谁在背后策划的？他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的国际新闻一步一步发酵，最后变成了引爆他个人命运的导火索的？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给您扒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想要安排中国最出名的大和尚去见教皇的话，总共要分几步来安排？我跟你说，这个答案可能比大家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挖了一挖才发现，他这样一次的行程野心还特别大，根本就不是只去了梵蒂冈一个地方，人家设计的是一次横跨天主教跟伊斯兰教两大世界中心的超级对话之旅。根据好几家比较靠谱的媒体的报道，释永信跟教皇见面是在2025年的2月1号，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地点呢就在梵蒂冈那个守卫森严的中座书房里。这个可是一次没有大张旗鼓的私下会面。梵蒂冈的官方媒体事后也是不痛不痒的发了一张照片，说教皇跟几位来自中国荷兰的和尚聊得比较开心。那么问题来了，释永信他们是怎么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罗马去的呢？我们来把时间线捋一捋。2025年1月底，正好是我们的农历新年的时候，释永信在少林寺忙完了春节的活动，一转身就飞去了欧洲。我们推测呀，他们大概是在1月31号或者2月1号一大早到了罗马，然后马不停蹄就去了梵蒂冈，参加了这样一场专门给他们安排的会面。但是梵蒂冈并不是他这一趟行程唯一的目的地。我们发现线索指向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组织，叫做欧洲亚洲中心。有记录显示，早在2024年11月，释永信就曾经去过一趟布鲁塞尔，还访问过欧洲议会。而且呀，这一次的行程，他见完教皇以后也没有直接回国，而是拐了一个弯去了中东的阿布扎比。你看，2月4号到5号，他们就出现在了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参加了一个叫做扎耶德人类博爱奖的活动。在这个地方，他们搞的外交规格甚至更高了。他们会见了阿联酋的文化部长、宽容部长，还有穆斯林长老理事会的秘书长，这些大人物。聊的话题也非常高大上，比如说要不要建立一个穆斯林佛教委员会。所以你看看这条路线，从罗马到阿布扎比设计的太巧妙了，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把释永信大和尚塑造成一个能跟全世界各种文明、各种宗教大佬平起平坐的一个全球性的宗教领袖。这次去释永信他并不是一个人，从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带了一个5个人左右的少林代表团，除了翻译跟打杂的，核心成员就3个人，一个是严瑞，他是欧洲亚洲中心的秘书长，也是这次访问的总策划；一个是乔纳森斯韦斯特卡，这个哥们是那个中心的欧洲区的主任，主要负责在欧洲这边跑腿跟联系。最后一个当然就是释永信本人，但是你要注意啊，在所有公开的文件跟报道里面，释永信他使用的身份并不是少林寺的方丈，而是被巧妙的包装成了欧洲亚洲中心高级文化顾问，用了这样一个头衔。你注意啊，这个身份是理解整件事情的题眼，是关键当中的关键。在面子上，他是把一次非常敏感的宗教领袖的出国交流变成了是一个欧洲 NGO 的公务活动。那这么干很可能就是为了绕开国内那样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而且在现场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中国官方人员陪同他访问梵蒂冈的这个迹象，这个就更显得这是一次非常纯粹的民间交流了。
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也必须要插一嘴，等到7月份这个事儿在网上传开的时候，有一个谣言传得特别凶，说会见现场还有什么所谓的东突分子。那这个说法真的杀伤力非常的大，但是查证所有能够找到的靠谱的信源，包括梵蒂冈官方的这个报道，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应该是无稽之谈，就是为了有人想把这个水搅浑，故意造谣。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高级别又这么敏感的会面，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个背后肯定是有一个能量特别大的搅局者，而这个关键的角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欧洲亚洲中心。那这个组织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听起来特别的高大上。如果你去看它的董事会名单，其实也挺豪华的，里面有比利时的前大使、挪威前环境大臣，还有很多中国背景的精英。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团队，让他们在欧洲跟中国之间牵线搭桥，玩得特别溜。他的领导层完美解释了什么叫两头通吃，一边是欧洲外交圈的一些老炮儿，像董事会主席是比利时前驻欧盟跟联合国的大使，但另外一边呢，秘书长瑞妍、副主席沈伟博士，还有就是顾问委员会里面的刘晓松。这位刘晓松可是腾讯最早的投资人之一，所有这些人都是有深厚的中国商业跟学术背景的大佬，而这个中心甚至还在中国的西安都开了自己的办公室。所以这个中心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这个事儿办成的呢？说白了就是分3步走，每一步都算计的特别精。第一步是先搭上线，早在2023年11月，他们其实就已经安排过释永信去过一次梵蒂冈，只不过当时会见的是宗教协谈委员会的主席，那样一次会面，在我看来就是一次投石问路，为后来能够见到教皇本人先做一个铺垫。会上面了以后，第2步就是要创造机会。到了2025年的1月份，这个中心就跟少林寺在中国合办了一个世界禅论坛，而且他们还特别聪明的邀请了梵蒂冈的人来参加。在这个论坛上，当面就给了释永信递了一个话，说教皇可以见你。然后第3步就是正式安排这个行程去梵蒂冈会见教皇了。从整个的行程办签证呀，联系梵蒂冈的礼宾部门，到准备聊什么翻译文件，所有这些杂七杂八但是又特别重要的幕后工作，欧洲亚洲中心全都包办了。所以说没有这个中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一次的梵蒂冈之行。他用一个 NGO 的身份，在中梵还没有建交的大背景底下，硬是搞成了一次堪比所谓的这个外交突破的宗教交流。这个既是他的高光时刻，但也为后来巨大的风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你看，这个中心他把舞台搭建好了，3位主角也各怀心事的上了台，但是他们好像都忘记了台下坐着一位最危险也最重要的观众。那么在这样一场精心安排的大戏里面，各方他们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呢？表面上来看，这个事儿挺和谐的，对不对？因为是一个宗教的交流和对话。但是如果你往深了扒，你就会发现牌桌上坐的3方，释永信、梵蒂冈还有那个欧洲亚洲中心，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跟小九九。在我看来，释永信搞这么一出，它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豪赌。赌什么呢？赌的就是要突破他自己的历史地位跟发展瓶颈。这么多年呢，释永信一直被 CEO 和尚这个标签所困扰，说他太商业化了。所以你想，通过跟教皇这种世界级的大佬见面，他很显然是想把自己从一个地方性的充满争议的宗教企业家，一下子可以拔高到一个有国际范儿的全球的精神领袖。你看他后面还专门去了中东，这个思路体现的是特别明显。而释永信当时可能会觉得，以他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国际名声，有少林寺这个大 IP 的价值，再加上过去好几次被人举报都平安过关，所有这些都给了他一种幻觉，就是他有一道非常坚实的政治护身符。而且2018年以后，中梵的关系确实缓和了，可能这个也给了他一种错觉，觉得这个事儿
官方应该是默许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他显然还是把政治风险想得太简单了。这一步棋，说实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误判。你想想看，在现在这个强调宗教中国化、强调党对于所有事情全面领导的大背景底下，任何想要绕开体制去跟外边拉关系来抬高自己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对于权威的挑战，是一种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政治不忠诚。他拼命追求的是那个国际声望，但恰恰这个行为本身就碰触了高压线，成了他的催命符。那么梵蒂冈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个事儿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梵蒂冈长期的对华战略里面来看。从2018年双方签了那个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之后，中梵关系虽然有接触，但是一直都特别的脆弱。梵蒂冈的终极目标当然是想跟北京建交，所以他接待释永信的时候非常的小心翼翼。因为接待一个中国来的著名的佛教领袖，虽然是完全符合教皇一贯的风格，但是他安排的是一次不上官方公报的私人接见，说白了就是想在不得罪北京的前提底下搞一次出了事可以不认账的接待。那问题是中梵官方的沟通渠道就好像走钢丝一样，梵蒂冈最关心的就是保住这根好不容易接上的线，千万不能让它给断掉了。所以对于梵蒂冈来说，高调接待一个不是官方派来的，在国内又争议巨大的释永信，这个政治风险其实非常非常大。北京完全有可能把这个事儿解读成你是不是想干涉我的内政呢？那之前好不容易建立的中梵之间的这个联系可能会完全断掉，所以梵蒂冈就选了一个他自认为聪明的办法，就是人我是见了，但是官方呢我不做宣传。他想的是既给了欧亚中心的面子，但是又能跟北京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交流。那这是一个很被动，想要把风险降到最低的策略，但是他还是低估了另外两个玩家的这个非常强烈的表现欲。所以你看，等到7月份释永信被调查的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梵蒂冈那边就彻底静音，保持沉默，在所有相关的报道里面都找不到梵蒂冈官方的任何回应。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冷静的现实主义的选择，说白了就是外交止损。人都已经被中国官方收拾了，我这个时候再替他说话，或者是做任何的澄清，那不是把整个中梵关系的大盘子都给砸了吗？而这个欧亚中心他图的是什么呢？他的动机就是说白了就是一次完美的公关秀。他利用释永信这么一个在全球都有巨大文化 IP 跟影响力的人物，成功的敲开了梵蒂冈这个精神影响巨大的硬骨头的大门。这个对于欧亚中心来说就是最好的广告，他完全可以拿着这件事情跟他在中国的那些潜在的客户或者是合作伙伴去吹牛。你看我多牛，连教皇我都能给你约到。所以你看，释永信想出名，梵蒂冈想示好，中间人想打品牌，三方算是一拍即合，就上演了这么一出天主会见禅宗的大戏。当然了，他们也都忽略了这样一出戏背后那个最关键也最敏感的观众，中国官方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当这三方自以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的时候，而整个事情被北京尽收眼底，一场无声的风暴是怎么样在几个月内酝酿并且最终掀起滔天巨浪的呢？我们现在回到故事的高潮，一个藏了快半年的秘密，为什么偏偏在2025年的7月份突然就爆了？7月份对于释永信的调查，这里面最绝的一招就是官方公布的罪名和真正让他倒台的那个原因其实是分开的。您听懂了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打你的那根棍子跟你真正犯的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官方公布的调查理由是贪腐啊，跟好几个女的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些。我们上期视频其实也聊过这个事儿，2015年就爆出来，2017年有了官方的调查结论，所以这一次实际上算是炒冷饭。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罪名老百姓一听就懂，也容易接受，在道德上也能一下子就把人彻底搞臭，而且国外想插手也找不到什么理由。
真正要命的导火索去梵蒂冈那件事儿，反倒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如果公开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去处理一个国际知名的宗教人物的话，那这个程序可能又复杂又敏感，搞不好还能够让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策指指点点。所以当局就会选了一个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打法。在官方的通报里面，关于梵蒂冈之行是一个字都不会提，所有的罪名全都集中在钱和色两方面。这一招其实真的很高明，既能够用贪腐跟淫乱这样一种能够最大程度刺激大众神经的罪名，把释永信的形象彻底毁掉，又能够巧妙地绕开敏感的宗教外交的话题，把整件事情定性成一场内部的清理。所以7月份的那场信息的引爆，在我看来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罪名发布会。那中国官方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次访问的呢？我推断2月份这个事儿一出来，官方很快就已经掌握了情况，而且之后官方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迅速果断，一环扣一环。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决策路径，你政治上越轨，那我就政策上收紧，然后对你进行定点清楚。我们看看这条时间线，简直是步步惊心。2月1号，释永信见了教皇，他已经踩了红线。2月3号，新闻的照片出来，事情已经公开了，官方想要模糊处理的空间实际上没有了。4月1号，你看才过了不到2个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就公布了新的实施细则，对于外国人来中国的宗教活动，还有中国人出去都提出了更严的要求。5月1号，新的规定正式生效，法律的工具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6月30号，在北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宗教团体会议，会上强调要严格执行新的规定，这个在我看来就是动手前的总动员。然后7月27号，砰，一记重锤砸下来，少林寺的官网发通告宣布调查释永信。这个新规的威力用在了最大牌的那个大和尚身上，就是杀鸡儆猴。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其实官方的节奏又快又准又狠，说明官方的这个决策非常清晰，先立法再动员，然后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目标进行靶向打击。释永信这位中国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大和尚，就这样成了整个过程当中最理想的祭品。你想想看，这个新法规刚刚生效，就拿释永信这种重量级的人物来开闸，这个警告的意识还不够明显吗？这个实际上就是告诉所有宗教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非常冰冷的信号，在对外交流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也没有谁可以是例外。只要你敢越过党化的这个政治红线，不管你的名气有多大，都会被严厉清算。那释永信肯定是倒了，但是这个事儿带来的冲击波远远不会停。梵蒂冈本来想要玩一个低调的，用私人接见的方式来做一些民间的外交，既可以跟中国的重要宗教人物搭上线，但是又可以不用得罪北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外交的手段。结果呢，释永信跟这个欧亚中心他们不想低调啊，他们需要把这个事儿尽可能的公开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他们主动发了带照片的新闻稿，把这一次本来应该非常私密的会面搞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公开事件。这样一搞的话，不仅把梵蒂冈想要维持的那个微妙的平衡给彻底打破了，也把北京给惹毛了。后来事情闹大以后，释永信被打压，那欧亚中心已经悄悄的把相关网页的信息给删掉了，但是其实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端倪，看回当时的那些报道。而梵蒂冈就从此保持官方的沉默，他们都明白这个时候说任何话都只会让事情更糟糕。但是私底下，我想这个事儿肯定给他们都提了一个醒，跟中国打交道还是必须要加1万个小心。而对于国内的宗教界来说，释永信这个事儿肯定是一场大地震。首先监管肯定是收紧了，这件事情以后宗教人士想要出国，那审批绝对是空前的严格。少林寺事件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警告所有人，任何涉外活动都必须要在官方的框框里面进行。其次，我想这一次红线画得更清楚了，这个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党对于宗教事务是有绝对领导权，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挑战。
哪怕你像释永信这样在国际上名气这么大，但是一旦越界也是绝对不会手软的。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个人的最终论断非常的明确，2025年2月份的梵蒂冈之行根本不是压垮释永信的众多稻草之一，它就是那根直接把他送走的主梁，是整件事的关键催化剂跟直接原因。虽然那些关于他经济跟个人作风的举报一直都有，但说实话，在政治正确的前提底下，那些问题本来都可以不是问题。2017年的时候，那个调查结果就说明了一切，我们上一期视频也已经聊过。但是梵蒂冈之行从根本上把整件事情的性质给改变了。这一次访问等于给最高层送去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释永信在官方的轨道之外想搞自己的个人外交。那今天特别强调国家安全跟意识形态控制的大环境底下，这个行为又是严重的越轨。他一下子从一个本来只是有争议的大和尚，变成了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政治上的负资产。那么清除掉这么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就变成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他身上那些早有的传闻，只不过刚好就拿来为这样一次清除行动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公开的理由。那回顾整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释永信的梵蒂冈之行是他自己精心策划，但最终完全失控的基于对政治形势误判的一个豪赌。释永信这件事情给所有想在敏感地带玩火的人上了一堂深刻而惨痛的课。在寻求沟通和对话的时候，不管是国家机构还是个人，真的都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强的互信，以及对于彼此底线最清醒的认识。对于释永信的梵蒂冈之行以及他玩脱了之后的结局，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艾森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